那美国的智库叫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那赖清德接见，说台海安全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讲这话也是白讲，本来就是嘛好，那么张静就质疑了，说赖清德接见这个华府智库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明明有8个人，为什么只公布了6个人名字呢？那另外2个是谁呢？哇，他们是看得很细啊，看那些照片所以2个不见了说搞了半天，虽然位置排在后面，但是呢，是位置到姓名都看不到。结果他们是谁？有写的，他们是军备业者，反正2个人名字那一个 Jacob， 一个叫什么 Karuk 2个人，为什么不写呢？就是大大方方写去卖军火就写有什么关系？又怕人家骂所以呢，好，赖清德就说1.25兆的预算非常重要，因为老共是他不说这个什么境外敌对势力吗？国无外患，国恒亡。这个话从哪里来的？从孟子来的。对，孟子来的。孟子呢，他怎么讲的？孟子就是梁宣王问他说：“教邻国有道乎？怎么跟邻居相处了因为就战国的时候一大堆国嘛孟子对曰：“有方法。为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为这个智者，能以小事大。”那现在就要问了，那一方面固然你说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但是同样又告诉你，同样是孟子讲的，仁者以大事小。当然跟老共讲，如果仁者你要对台湾好，智者以小事大。我们小对大陆你要有聪明，要有方法，不是这么跟蛮牛一样进瓷器店乱撞一通嘛。那另外既然要讲孟子，再讲孟子讲一句话，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是讲内无法家必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你只取一段，孟子说外面没有敌国外患，因为你可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的，里面要有法家必士要有遵守法律的大臣，要有能干的这个大臣来帮你。赖清德你现在有吗？你遵守法律吗？立法院3读通过法，你给军人加薪你也不加，什么退休金呢，什么警消你也不弄，然后没事立法院通过法就去叫这个卓荣泰去复议，要不然就释宪。你有法家，你举一个例子，你告诉我赖清德，你告诉你现在这30-40个这个所谓这个部会首长，哪一个真的能够像孟子讲的是法家必士的？举一个给我听，不是马屁精，是真的。能够这个跟你讲真话的，你光讲服务敌国外患，你国内要有法家必士，这个时候你把内政搞好，把国家搞强，你就算引孟子的话，你也不能只引半句要引全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世界经济论坛点名台湾提供电子零件给俄罗斯。Russia gets components from companie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Right now, many are investing in stability around Taiwan to avoid war. But can Taiwanese companies stop contributing electronics to Russia's war? 台湾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台湾已经加入欧美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请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把讯息给台湾。我们愿意加强管制，透过第三国，同时隐藏最终目的的商品，避免进入俄罗斯，来保护乌克兰。总统这话听起来似乎没否认泽伦斯基的指控，但总统也强调，民主同盟的立场不变，只是所谓的民主盟友其关系有无可能生变。However, freedom is not free. America can only help our friends as much as they help themselves. Freedom is not free 是美国一句俗谚，就刻在华盛顿特区韩战老兵纪念碑上，是用来表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一定会有所牺牲。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敬请在野党不要再挡了，应该让国防特别预算
尽速审议完毕。美方的话越说越明，想必总统比谁都急。来，吴征发言人，我前面先回应一下，因为刚刚有这个学者张静吧，他提到说，马歇尔基金会拜访总统府为什么要遮遮掩掩？那我这边简单回应一下，就没有遮遮掩掩了，因为其实照片都贴出来了嘛。那这个稿里面没有直接把名字提出来，那其实一部分也是我们尊重当事人意愿。好，那这部分我大概就说明到这边。那回应讲一下，我们刚刚讨论几个议题。我觉得今天不得了，这个我不得了。就是说，今天是我难得上这个少康战一次，觉得跟我们来宾大家看法都蛮相同的。好，先讲一下这个欧洲了，就是因为时间有限，不过欧洲现在包含说，你说泽伦斯基，包含说比利时的总理，其实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都发言。那基本上他们大意就是说，你欧洲到底要不要振作？就到底现在欧洲是不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 player、主要的角色？那我这个也蛮有感的，因为我记得去年川普他们刚胜选的时候 ，J.D. Vance 就去巴黎吧，参加那个世界也是 AI 论坛，那时候就在讲说，哇，这个欧洲也要发展主权 AI 啊，也要迎头赶上啊，也要松绑然后等，1年过去了，现在好像欧洲这个我们讲 AI 啊，这个美国 OpenAI、Google Gemini 然后中国 DeepSeek， 欧洲好像还是默默没有消息，所以现在大家对欧洲一个观感就是慢。就你就太慢了，你什么事情都在那边瞧来瞧去，然后最后瞧不定，议而不决。所以我最近也看一个数字啊，就是包含我们讲到乌克兰，就是欧盟到底为什么刚刚大家讲说，到底会不会被大家尊敬或者说看得起？就是因为我最近看数字，像俄罗斯的军力其实比不上欧盟，那经济也比不上欧盟，就是欧盟整个的 GDP 大概是俄罗斯的10倍，那常规军力大概是俄罗斯2倍。就照理说它是有实力的，可是问题是这2倍的军力分散在欧盟27、28个会员国，然后现在你说要把这个力量调动了起来跟每个国家开会就开不完，甚至还有一些国家说因为环保法规军事车辆不能开在主要干道上，我听了就哇塞，这是到底怎么搞？所以这是欧洲现在面对的问题嘛。但是讲回来，刚刚讲到泽伦斯基，对我就今天听这个泽伦斯基的发言就不太开心了，因为泽伦斯基讲说什么台湾的我们这个电子元件有出口到出口到俄罗斯去帮他们如何。我就想说，我们台湾是很挺俄罗斯，我们挺乌克兰，对，是蛮挺的，连天然气还在买。我们台湾是很挺乌克兰，台湾跟俄罗斯原来交情还可以了。对，我们是很挺乌克兰，我们这个政府跟民间捐款给乌克兰超过1.5亿美金，是45亿以上。所以说我们也是觉得说，哇，你是民主国家，你被独裁国家侵略，该帮的帮。可是这个泽伦斯基这样怎么讲，有点怪台湾呢？那乌克兰跟中国辽宁号哪来的？跟乌克兰买的。那中国辽宁号上面载的歼15，也是跟乌克兰买的原型机，他们后来逆向工程研发出来的。那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2024年外长拜访中国，去年副外长拜访中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啦。当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乌克兰想要跟他搞好关系，但在过程中我们挺你也没有特别看到要来跟我们合作啊。所以赖总统讲说，其实你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嘛，我们愿意配合来做出口方面的相关管制但是不要变成现在好像要怪台湾，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也不要这个样，这样也不太对。那最后讲回来是说这个刚刚这个香龙哥还有赵大哥在讲这个川普的和平委员会，我觉得蛮好的虽然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国安会跟总统府的看法怎么样，但是对那10亿美金其实就是300亿台币嘛，算什么？我们光发现金就发2300亿台币，300亿 piece of cake。对，所以我觉得这倒真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会去反映一下。你们光那个国防韧性就1兆多了，对不对？你们1年国防预算是9000亿，什么10亿美金、100亿美金算什么东西啊？来，主会。当年我们不是就说你们民进党在瞎挺乌克兰吗？那现在呢？还是该挺互相在那边指责对方了你干嘛骂我们呢？你那边所以就是瞎挺嘛那你现在你不是在说乌克兰卖辽宁汉给中国大陆？那你当年不知道吗？那你当年为什么挺乌克兰呢？刚刚我们唯一的执政党代表居然没有回应这个总统军火商的事，你就简短一句话，然后就开始瞎扯欧洲的事，瞎扯泽伦斯基的事情军火商来台湾最浩大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是2023年5月那一次，大家还记不记得由这个美国的退役将领带了25家军火商来到台湾。为什么我们对军火商始终有贴了一个奇怪的标签在那？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在卖工具，武器不是个工具，因为军火商代表的是战争贩子。
他希望你买越多武器越好，这背后代表了他希望有战争啊，没有战争哪来消耗武器？所以军火商代表了绝对不是和平啊。这个古立言说，自由不是免费的，没有错，但是自由也不能靠买来的。你以为你钱花的越多，就会有自由，就会有民主，就会有和平吗？不是吧？自由、民主、和平，有时候要靠智慧耶，不是像赖清德、像民进党一样，美国跟我们要什么，跟我们勒索什么，跟我们抢劫什么，我们全部答应，就会有自由、民主、和平，不是吧？现在川普的抢劫、川普的侵略，是全世界都在动手，民进党现在沾沾自喜哦，沾沾自喜，唯一沾沾自喜什么？我们被抢的跟日韩一样多啊！现在日韩被抢15%，我们也被抢15%，我们没有被多抢，但是被抢劫的是一样多的。我们还被多抢什么？国防预算啊，开放莱猪啦，开放这个美国车的这个进口关税。我们未来会被抢劫的有多少，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洗脑台湾，买武器，买武器，买武器。那买武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备战、避战，还是为了迎战？好吧，我再把孟子再讲一遍。赖清德今天说“无敌国，外患者国”，前面有一句“入则无，法家必至”，再提醒赖清德一次：“法家必至，多用法家必至。”休息一下就回来。台湾跟美国的关税谈判，会不会掏空台湾？林佳龙说不会，你们都讲什么一块大饼啊，分了他分了他吃，他就少了啦。他说我们是一口水井，大家都在那个水来喝，一口水井，我就想说，老共最开始讲什么一杯水主义有没有？一杯水。林佳龙，这是不是从老共的一杯水主义发展出来的？你想太多了吧？那两件事情。我知道两件事，那一杯水一口水一口水井，那再怎么想什么一口水井是什么？一缸水是一杯水大家喝嘛？那一口水井什么？好吧，那这个林佳龙说，原来是台美合作，现在叫台美合资，所以呢，这是双赢。老师要讲双赢，合资。你到这个Arizona投资有合资吗？你到美国有合资吗？也不过就是昨天 AIT 的那个古立言讲说，美国有3个公司无人机啊，什么战备什么到台湾来，也来跟台湾合作而已，就这样而已嘛。这个他呢，我问你，他能够再投资台湾多少钱？你举个数字给我听嘛。10亿美金，100亿美金。1000亿美金，讲讲看，他到底投资多少钱？我们投资钱才多呢，这讲些什么？好吧，所以台湾没有掏空。林佳龙说：“你看，美光、Google 也加码台湾呢，也加了台湾呢。为什么？台湾电便宜嘛，就是为了电便宜嘛。我跟你讲通通给我讲数字，不要给我讲空话。加码加多少钱？你告诉他加了多少钱？他们在台湾加的钱跟我们到美国投资钱，你比比看多少？我告诉你。100%都没有，1000%都没有，不要吹牛了，好不好？所以不要听这些人乱讲一通，实际告诉我 bottom line 多少钱，我只注意这个，你告诉我多少钱，好吧？林佳龙说，台湾现在利益砍在美国利益里，所以因为川普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台湾也会伟大，乱讲。我告诉你，台湾要伟大，5000亿美金都在台湾投资，台湾才伟大。台湾多少地方需要投资？这个钱放在台湾投资，你看台湾伟不伟大？你放到美国去，你伟大什么？当然是美国伟大嘛，好吧？美国的商务部长称呼我们驻美代表叫于大使，中共很生气了那另外呢，我们现在也都称他们大使代表都称大使，就台湾都称他们大使那另外呢，到底会不会跟洪都拉斯建交了？说1月21号。新总统就任以后再看看吧而且呢，赖清德是不是今年会过境美国有希望？那林佳龙否认说呢，我们只要做好准备会对外宣布，4月之前是不可能，4月以后再说了，也要看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谈的怎么样了。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他给于大雷这个代表的 title 是大使，是。那为什么于大雷大使他可以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好？好，其实美国就把台湾视为国家嘛，因为关税谈判就是主权的行为啊。媒体人问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6号贴出与我谈判团队的合影，发文称呼台湾驻美国大使于大雷，但随后改成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驻美代表于大雷。所以他很自然的，也就是身体很诚实。第一个时间就讲 ambassador。玉签署的背景也是商务部，对，所以中共当然气得跳脚啊，因为这个不但是关税谈判，而且是涉及到主权行为。如果说现在把美国方面的对代表的尊称称为大使，然后就认为是说美国把台湾认为是一个国家的话，我想这也是太过于自嗨了。说实在话，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现在能够跟美国建交吗？外交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务实的来面对所有中华民国在国际上面的状况。批评林佳龙将关税谈判的功能性互动包装成法理成政，而绿营也提醒蓝营这件事看清楚。我们的驻外机构组织通则，不论是大使馆或代表处，不论有邦交或没有邦交，只要是派外的，我们都称呼为大使。所以说，大使基本上是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就已经修改过了。如果国民党真的这么喜欢嘲讽的话，那就问一下马英九，当年为什么要修改？美方互动，蓝绿各自解读，就看台美互动的实质走向。毕竟国际现实可不看口号。海军。我觉得我们在这几天呢，这执政党政府呢，把郑丽君的谈判的成果吹嘘的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哈，它很快就会被戳破了。第一个，我们难道完全没有看清楚吗？川普现在呢一心一意呢，其实呢都是要如何的跟中国大陆呢再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他在参加完 Davos 的这个论坛之后呢，在空军1号回去美国的飞机上面呢，他就说他4月要到北京去访问，然后呢他还带习近平宣布了说，习近平呢年底呢会到美国去访问，然后他还在强调就说啊，我很期待呢见到这个习主席，那我一直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后呢，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的 TikTok， 今天呢终于达成交易了。那川普呢也特别的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呢，来感谢啊习主席呢，促成了这项交易。所以川普的心里面所想的，他所想要的，以及他看得起的，就是这几个真的是有绝对权力的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普丁。金正恩，对，习近平，对，就是这几个人哈，在这个中美两国呢有这么大的利益的前提之下，今天呢，卢特尼克呢的话呢讲的已经是不知道要再怎么样能够再白了啊。他说跟台湾的这个谈判呢，只有大棒子，没有胡萝卜。那我们还要一直说。这个林佳龙讲这个一口水井论是什么意思？我仔细看了一下才知道，他就说大家都有水喝啦。对，水井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胡说八道！你有没有尝试啊？水井怎么也可能会枯竭啊？怎么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呢？而且卢特尼克就告诉你说，我们只有棒子，我们是要让川普高兴。你到底在高兴什么呀？然后前行政院副院长的施俊吉呢，在他的脸书里面呢，就驳斥啊那个龚明鑫还有这个卓荣泰说不能够讲5000亿美金。他说为什么不能够讲5000亿美金？今天一个橘子呢2毛钱，一个香蕉1块钱，那我合起来买多少是5块钱？那这不就是2500加2500就是5000亿？为什么4根香蕉5个橘子加起来是1块钱？对，就是5块钱。他说为什么不能加呢？当然是这样加。而且他今天呢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们一年的投资，比如说台湾呢，我们一年的投资占我们的 GDP 多少？当我们要在美国投资2500加2500的时候，它必然会吃掉在台湾的投资嘛。所以说，对于台湾的 GDP 怎么会没有影响呢？当然会有影响哈。所以我觉得他们不要把这个牛吃太大。提醒我哈，我记得是不是黄仁宇讲过？他说：“你看中国历代凡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朝代必亡。”所以数字管理非常重要。这些胡扯一通都没有数字概念。对，就是在糊弄老百姓哈。而且我要再讲一个，就是说古立言啊，他说自由不是免费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但是自由呢也不是让美国呢对我们予取予求。赖清德总统呢这么在意这个1.25兆国防预
特别预算。那今天立法院已经通过了，邀请他到立法院去进行报告。那我想请赖总统亲自到立法院去，跟全国的民意代表、跟全国的民众说清楚、讲明白，告诉他们通过这预算，否则夫无敌国患者，国恒亡。休息一下再回来。